先下手为强，俄白用核威慑警告西方国家不要扩大战场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，欢迎收看云华观点。今天我们聊聊力挺俄罗斯，白俄罗斯兑现承诺，核武器准备就绪。梅德韦杰夫列出4条红线。不久前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，白俄罗斯的部分军机已经完成了改装工作，未来可以装备核武器。在俄乌形势越来越紧张的当下，这条早在6月份就有了的消息，如今终于被官方证实，似乎也暗示了未来战场继续扩大的可能性。俄乌战场有扩大的可能性，这一点其实之前早有预示。像是波兰一直都有风声说他想在俄乌战场上掺和一脚。乌克兰境内还有不少来自波兰的志愿军、雇佣军等，谁也不知道某天这些志愿军会不会摇身一变，变成波兰的正式军队呢？还有波罗的海3国，那对俄罗斯的敌意更是摆在脸上了。俄乌冲突爆发以后，跳得最高的、最支持双方打下去的就是他们。而俄乌冲突持续半年以来，乌克兰除了喊口号之外，战线却没有推进，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对乌克兰失去了信心。希望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声音也逐渐的抬头，但从美国前不久加大对乌克兰援助的动作来看，显然他还不希望一切结束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波兰和波罗的海作为北约的成员国，也是欧洲对俄罗斯敌意最大的国家，会不会在美国的支持下参战呢？而美国又会不会以防备俄罗斯为由，在这些国家部署核武器呢？这样一来呢，一是意味着北约很可能要全面参战，二是夹在中间的白俄罗斯也很可能被战火波及，大战一触即发，核战阴影也越来越浓。这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事情，对俄罗斯来说，如果不想入美国的意，扩大战场，唯一的选择大概率就是先下手为强，先一步警告西方国家不要轻举妄动。而这次卢卡申科放出的改装成功的消息，就是对西方国家的警告。警告意味更浓的是，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第2天画下的4条红线。首先，发射核武器、使用核武器、打击重要的核武器基础设施，威胁到国家生存安全。这4条中最模糊的，也是最令人在意的，就是最后一条，威胁国家安全。那么什么叫威胁国家安全呢？是美国在俄罗斯附近部署核武器，还是北约国家参战，还是给乌克兰提供危险品？这些梅德韦杰夫没有做出解释，我们也只能留待后续观察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俄罗斯究竟是怎么定义最后一条的？既然我们无法确定，那么西方国家也无法确定。那么他们将来想要做出任何可能威胁到俄罗斯的决策，就都要三思而后行了。美国想要扩大战场的目的，恐怕也难以实现了。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